嘿嘿，挨饿专家这回发达了，吃上甜滋滋的雪糕棒豆果，高蛋白的电鳗，满树上的百香果，爆浆幼虫百香果沙拉，富含维生素的巴西利，饭后零食来点嘎嘣脆的甲虫。时隔几十年，德子再次回到亚马逊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本次迎接他的对手，前海军陆战队唐尼杜斯特。有着丰富丛林作战经验，两人登上船只，就像老朋友，在一阵给笑声中后，进入船舱，由朱伟强规划本次路线。本次起点位于一处河岸，穿过众多野生动物的丛林，进入艰难的沼泽地，终点位于里奥内格罗河上。可想而知，亚马逊雨林有着众多致命威胁。两人来到船头，裁判一声令下，跳入亚马逊流域。身为海军陆战队，水性不是一般强，很快德子就被甩开。而德子明显呛了好几口水，加上体力没有控制好，累得不行。这时候幸运发现一处草丛，祖坟冒青烟，来得及时。此时腿脚发软，需要休息一阵。甩开德子的唐尼，慢慢靠近岸边，除了稍微喘气，丝毫没啥问题。处理下湿透的衣物，开始进入草丛。面对丛林的毒物，有所防范肯定需要。唐尼掏出屠龙，对着草丛一顿砍，期间发现一只树懒。面对这种蛋白质，丝毫提不起兴趣，继续前进。此时德子还在水中，再不前进都被甩开10万8千里，离开草丛。向来运气不错的德子，随即飘来一根木头，借助木头浮力，一路轻松不少，终于是摆脱河流，上到岸上来，太不容易了。而另一边唐尼正进入茂密酱狗中，防止被辣条问候，取下树皮包裹腿部，刚要起身出发，树上发现树枝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丛林就是一个大型免费超市，用树叶包裹起来，继续前行。此时德子开始从岸边出发，进入高大的草丛中，屠龙开路，很快来到一处池塘，当中无数巨大莲叶。德子走过去，采摘一朵大红花，奖励一下自己，送入口中，味道不错，富含碳水化合物。吃完再来上一只甲虫，嘎嘣脆，带有淡淡鸡肉味，蛋白质比牛肉高几10倍。吃完进入茂密酱狗，头顶遮天蔽日。为了不让自己迷失，德子在经过路上做下标记。走着走着，摄影师无故躺枪，被一群蜜蜂盯上。德子发出一阵给，怕是穿过时捅了蜂窝，也是盖了帽了。另一边，唐尼林中找到棕榈树，收集一些开始整活，哼唧一顿编织，制作了个篮子，用来超市购物用，背在身后，继续前行。这天运气不错，还没走多远，地上发现巴西利，这是一种富含营养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果实，有牛肉几10倍之多吧。敲开享用，味道香甜可口，适得唐尼美滋滋，吃饱喝足，收集一堆棕榈叶，盖在枯木头上，人往里头一钻，像是来度假。而这时候的德子，林中收集木头，还有大量棕榈叶，插上木头，盖上棕榈叶，随后制作工钻，哼唧一顿摩擦，成功耗费大几千卡，硬是没火星。休息一下，继续埋头苦干。这回有了火星，拜火得上线，双膝跪地，拜火虔诚。很快，熊烈焰升腾，接着铺上宽大棕榈叶，躺在上面舒服服。时间来到第2天，唐尼起身，继续快速穿行酱狗，而穿背心的唐尼，这时候坏处就体现出来，被无数蚊子疯狂摩擦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只要你对丛林熟悉，就能知道怎么找到驱蚊剂，比如树上的蚂蚁窝。唐尼拿着树枝捅下来一块，双手沐浴在蚁群中，接着对着皮肤一顿揉搓，一遍不够再来一遍，驱蚊效果相当显著。另一边德子走到一条溪流边，面对丛林高速公路，怎能错过？看着水流速度还算快，返回林中开始找寻浮力大的木头，找到一棵密度大的，砍下当工具，来到溪流边，靠着木头浮力，一路穿过茂密酱狗，走了很长距离。随着溪流变浅，德子走到岸上来，突然前方出现巨大的面对着蛋白质背景，看了笑呵呵。德子瞬间稿子一紧，大家各走各。这边的唐尼经过一阵丛林跋涉，地上发现啮齿洞巢穴，想要在丛林混得开，狩猎工具肯定是要有。经过一阵搜寻，找到粗细差不多树枝，砍下来。经过一番处理，试了试韧性，制作一把弓应该不错。接着坐在地上一阵编织，绳子成型，绑在树枝上。最后林中找根细长的竹子，削尖当弓箭，试试手感，相当给力。另一边德子经过丛林一阵跋涉，早已饥渴难耐，找到林中粗大的藤蔓，这是一种土水植物，掏出屠龙砍下。有点尴尬，但不碍事。接着拿着藤蔓对着口一阵蹲，成功混了顿水饱。多余淡水浇灌一下自己大光头，起身继续跋涉。当夕阳西下，德子在林中收集树皮，绑在2根距离适中的树上，躺上去。That's perfect now. Yeah. 随着房子塌方，德子一阵给，冲洗审视自己的动作，重新绑好2端，升起篝火，
脱下袜子烘烤一番。此时唐尼带着弓箭一路穿梭丛林，来到河流边缘，拿出弓箭开始进入狩猎模式。很快发现水里的动静，开弓放箭，一击命中。当拿出来看清是什么时，就连这个硬汉也慌了。这是电鳗，当释放电击，就连一头牛来了都能被送走。拉上岸用木棍再来几下，也不知道这电鳗经过了多少次毒打。确保安全后，唐尼开始处理鱼肉，切块架火上炭烤。经过一会等待，鱼肉烤得滋滋冒油，开始享用。这口感，这味道也是盖了帽了，蛋白质怕是牛肉几10倍。时间来到第3天，德子早早就穿行林中，一向运气不错的德欧黄德开始附体，林中找到百香果，来上一口，酸甜可口，美滋滋。Bro, that's passion fruit. That's amazing. Lots of vitamins in there, loads of vitamin C. 吃了一个，在林中一顿收集，满满一堆。这还没完，刚要出发，树上又发现长条的豆荚，当地人称之雪糕棒豆果，甜度惊人，入口即化。Incredibly sweet. 这天德子像是进入了丛林超市，来这边进货，这么好东西，当然耐收集些。此时唐尼来到溪流旁，看着溪流缓缓流动，瞬间有了想法。这天两人势均力敌，此时欧黄德还在享受生活，找到幼虫直接上口。对于这道家常菜，德子非常享受，一只肯定不够，收集4、5只放入椰壳，再加入百香果，一道百香果幼虫派制作好，直接一口闷，蛋白质不知道是牛肉多少倍，吃完洪荒之力爆发，进入被洪水淹没的森林，随之行进速度降低不少。正是唐尼反超好机会，收集棕榈枝干，接着捆成一捆，简易筏子制作完成，随即推入溪流中，开始顺流而下。对于唐尼这个莽汉来说，用棕榈枝干做的桨反而束手束脚，直接利用人力驱动装置，速度快得飞起，想刹车都有点困难，抓着旁边树枝，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掉入水中，起身继续奋战。而德子这边随着水位升高，开始游起来，看不清水流方向，这样下去将迷失其中。开始计划制作埃德毕城号，找了根木头，毫无悬念，直接石沉大海，瞬间失望的发出一阵给给给。依靠筏子也是要找到浮力大的木头，经过一番筛选，找到棕榈树，开始制作埃德毕城号，3下5除2，很快制作完成。此时唐尼正行驶子河流之干，天空开始下起大雨。奇怪的是，这个莽夫面对雨水浇灌，开始变得越发兴奋，滑起来更加卖力。而德子在这场大雨中被淋得外焦里嫩，快速在水上搭建平台。经过一番折腾，好不容易框架完工，休息一会，继续在水中搜寻叶子，搭建顶棚。这时候雨势变小，德子庇护所基本完工，而唐尼悠哉划着筏子，在天黑之前成功登上陆地，直接累瘫在筏子边。等休息片刻，进入林中，躺在筏子上过夜。而德子这边升起篝火，在水面上度过一晚。时间来到第4天，德子顺手制作了根桨，早早起身出发。另一边唐尼也动身，利用人力驱动，开始水中滑行。此时双方在开过水域碰头，而显然唐尼依靠人力驱动更胜一筹，率先到达陆地，进入林中，德子紧随其后。为了能提高胜利，唐尼选择进岛，需要穿过一片水域。顺利来到岸上后，发现河流中正游荡辣条的身影，也是盖了网。而德子一路穿行，茂密植被，丛林时刻阻挡德子行进脚步。好不容易走出丛林，依靠不太熟练游泳技术登上船只。此时的唐尼早已恭候多时，惜败对手，本次行程圆满结束。